你见过会和镜子吵架的傻鸟吗？他就是被称为鸟中二哈的金头冠。他不但看起来有点蠢，实际上确实是非常蠢。凭借自己蠢萌的天赋，愣是把自己弄成了濒危动物。他每天干的最多的事就是发呆，食物摆在面前都要发呆。在他看来，吃或不吃是个世纪难题。这双眼睛里充满了智慧。刚来动物园里的第一天，就张大翅膀，迫不及待地向人们展示自己帅气的容颜。下一刻翻起白眼，开始仰天长啸，对于自己那是相当的骄傲自豪，觉得金头冠蠢的请扣666，因为爪子和身体结构和恐龙相似，被称为世界上最稀有的恐龙后代。也不知道恐龙们认不认这个傻子后代。最好笑的是他的名字叫托海，因为他的嘴巴看着太像鞋子。没想到这个世界上不仅有鞋拔子脸，居然还存在鞋拔子嘴。你们觉得像不像个托海？可以留言打在评论区，不知道他认不认可这个名字。他的到来也成功逼疯了饲养员小哥，担心这只尊贵的大鸟饿了，饲养员连忙端来几条新鲜肥美的大鱼，恭敬地邀请托海先生享用。可托海似乎不太感兴趣，小哥直接把鱼送到托海嘴边，托海翻着白眼摇头拒绝，心想尊贵的我才不吃这个，黄不拉几的是正常鸟吃的东西吗？饲养员尝试和这个二傻子沟通，最后又换了一份菜单，绿色的青蛙活蹦乱跳，一看就是天然有机食物。托海翻着白眼摇着脑袋，饲养员直接拿起青蛙在托海眼前晃悠，这么有机的食物你都不吃？托海直接无视饲养员，转身走开，似乎很嫌弃小哥的智商。为此大家临时开会讨论，分析出金头冠来自非洲，也许要给他准备点家乡菜。接着就买来了几条非洲鱼。托海看着活蹦乱跳的鱼儿后，馋的口水直接就流了下来，看来这次是满意了。饲养员在一旁捂着钱包流泪，因为这种鱼每一条都价格不菲。然而想象中托海进食的画面没有出现，只见托海站在水箱边上一动不动，要不是鱼儿还在游动，还以为整个世界都暂停了。就这样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，摄像小哥站着腰都开始酸了。这也太憨了吧！长达3个小时的发呆后，托海终于伸出了自己的鞋拔子嘴，一条接着一条开始大快朵颐，好吃到托海直摇脑袋，简直是太美味了，恨不得全部都消灭掉。这可看傻了一旁的饲养员小哥。由于这种鱼价格昂贵，钱包已经在口袋里瑟瑟发抖了。托海这傻鸟还巨能吃。专家说，在金头冠家乡非洲的沼泽地，有一种叫龙鱼的鱼，是金头冠很喜欢的一种食物。当地有一种白化沼泽鳗鱼，生活习惯和形状都和龙鱼极其相似，主要是价格便宜。知道有如此廉价的替代品，饲养员小哥兴奋到差点没跳起来。他的钱包可以保住了，二话不说就买来了1箱子鳗鱼。但托海只是瞥了一眼，接着就傲娇地走开了。专家解释，金头冠是天性懒惰的独居生物，平时独来独往摆烂惯了，但如果同类在附近的话，就可以激发他的领地竞争意识。可这家伙都蠢成濒危动物了，上哪再找一只同样的二傻子？好在饲养员小哥比较机智，直接搬来了一面镜子，放出提前录好的金头冠叫声，简直是天衣无缝。托海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后，直接破口大骂起来，警告对面的那头傻鸟不许跟他抢食物。接着走到小池子边上，准备开始享用属于自己的食物。可下一秒，世界再一次静止了。又是3个小时过去了，托海终于停止发呆，伸出自己的大嘴巴。这把饲养员小哥激动坏了，终于可以下班回家了。认为托海呆萌可爱的就点个赞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只黑猫偷偷溜进了便利店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过来，接着快速跑到老板身边。老板对这个不速之客并不意外，反而指了指货柜上的食物，让猫咪随意挑选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它叫大黑，是个社牛的流浪猫，仗着脸皮厚，经常蹭吃蹭喝。吃饱后的大黑不顾老板驱赶，直接躺在了地板上不走了，还真是个无赖呀。接着老板一把抱起厚脸皮的大黑，大黑似乎还很不愿意出去。被丢出来的大黑快步跑到店门口躺下，心想你不让我在里面待着，我就堵住你的门。想要进店的客人被这团黑黢黢的东西吓了一跳，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，喵喵的叫着，似乎在收过路费。被一位大叔拍了脑袋后，假装痛苦，直接躺了下来，表示没有一包小鱼干就别想走。老板很是崩溃，这猫在门口太耽误客人进出了。可大黑的脸皮实在太厚了，无论怎么驱赶都一动不动，还冲老板发起了脾气。老板没有办法，决定和往常一样，就让他在这里躺着吧，认为黑猫脸皮厚的请扣666。突然马路对面出现了一只白狗，居然还在乖乖等着红绿灯，等到绿灯亮了才从人行道跑了过来，长得眉清目秀，小有颜值，径直朝着便利店走来。难道也是来碰瓷老板的吗？可他还没走几步就被门口的大黑吓跑，然后一脸委屈的坐在路边。老板说这是只流浪狗，并不是来找自己碰瓷的，他是大黑最忠实的小老弟，是特意来这里找大黑的。此时黑猫在门口趴着，白狗就在旁边守着，但好像很紧张，小眼神偷偷打量着黑猫，又马上转头看向对面，不敢跟大黑对视。大黑实在受不了小白这种眼神，起身就打算离开这里，没想到老板赶了半天还没白狗的一个眼神好使。发现大黑走了，白狗就屁颠屁颠跟了上去。可大黑好像并不想小白跟着自己，那么一猫一狗之间又有着什么关系呢？晚上大黑在大街上溜达着，突然感觉背后不对劲，猛地转头一看，直接蒙圈了，白狗还在后面跟着自己。
被发现的小白很是尴尬，强装镇定从一边走过，假装只是顺路而已。黑猫突然掉头狂奔，想甩掉这个跟屁虫，小白在后面紧追不舍。接着黑猫来到了一栋居民楼，一位大叔熟练地拿出一碗猫粮喂给大黑，抚摸着他的毛发，似乎早就认识大黑了。小白乖乖站在外面看着里面。大叔说认识黑猫很久了，经常会给他投喂食物，而白狗某一天也跟着黑猫来了这里，自己也会给他一些食物吃。一会儿后，大黑又来到一家饭店门口，对着门口喵叫了几声，一位男子就端着肉走了出来。这也太秀了吧，真是走到哪吃到哪，这条街感觉就没有大黑不认识的人，真是个交际花呀。大黑吃饱喝足后，小白就屁颠跑过来吃他剩下的。从居民口中得知，小白跟着大黑就是为了蹭口饭吃。曾经小白流落街头，瘦得跟皮包骨似的，他比较内向，不像大黑那么圆滑，常常找不到食物饿着肚子。某一天看见了社牛的黑猫正在蹭饭，自此就成了大黑忠实的小老弟。自从跟了大黑混，那是从早吃到晚，一天吃9顿，1个月就吃得白胖的了。大黑是只面冷心热的猫，表面上不想让小白跟着自己，可每次都会故意放慢脚步等小白跟上，并且他乞讨到的食物都只吃一部分，然后假装自己吃饱了离开，其实是故意留给身后跟着的小白。便利店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故事，很是感动，称赞大黑是一个仗义的好猫，以后再也不驱赶他了。大黑和小白虽然隔着一段距离，但他们的友情是那么的纯粹。流浪动物的生活虽然艰难，但他们能遇到彼此无疑是幸运的，可以相互陪伴，结伴而行，起码今后的日子不会再那么孤独。最后让我们给仗义的大黑点个赞吧，也给那些好心的居民点个赞吧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喜欢的朋友留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眼前这只流浪猫双腿瘫痪，本应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一只暖心狗狗的出现将猫咪从深渊中拯救，让它重获新生。狗狗和猫咪跨越种族的爱，让无数网友为之感动。大婶说，1个月前在野外发现了这只可怜的猫咪，它的双腿被人打断遗弃在草地上。到底是哪个坏蛋这么狠心，如此对待一个可怜的流浪猫呢？看到这，你想要给坏蛋帮250拳吗？大婶看小家伙可怜，于是将它带回了家。猫咪拖着受伤的后腿，好奇打量着周围。家这个词对他来说非常陌生。家里的原住民旺财对新来的小家伙异常温柔，细心地帮他舔着脚上的伤口。这一刻，他决定一定要保护好可怜的猫妹妹，甚至还抛弃了自己从小住到大的房子，和猫咪挤在巴掌大小的垫子上，不分昼夜陪伴在猫咪身边。他们像胶水一样每天黏在一起。虫主说，别看他们现在很亲密，其实猫咪刚来这个家的第一天，对这个陌生的狗狗很是排斥。每当狗狗想要靠近自己，就会使出喵喵拳打旺财。神奇的是，只是过去1晚上的时间，他们就成为了最好的朋友，亲密的彼此相互依偎在一起。或许是旺财的真诚和善良打动了猫咪，让猫咪放下了内心的防备。由于后腿残疾，行动不便，猫咪的后腿经常会被磨得血肉模糊。让我们给坚强的猫咪点个赞吧。大婶不厌其烦地给猫咪上药，旺财在一旁静静看着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等主人离开后，就会立刻凑上去，仔细地帮猫咪舔舐伤口。这不仅仅在为猫咪疗伤，似乎也在告诉猫咪要坚持下去。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。今天的午餐是猫咪最喜欢吃的小鱼干，猫咪一口接着一口吃得很香。旺财看的口水差点没流下来，盯着小鱼干不停地舔舌头。大婶将鱼干递到旺财嘴边，奇怪的是，旺财只是闻了闻，接着后退了几步，并没有吃。难道他不喜欢吃鱼吗？可他又为什么盯着小鱼干狂咽口水呢？大婶说，旺财其实馋得要命，但他每次都会等猫咪吃完才去吃剩下的食物。旺财认为自己可以饿着，但是必须要让猫咪吃饱。认为狗狗暖心的请扣666，剩余的食物被旺财几口消灭。干净的碗都不用洗了，接着就爬回窝里陪在猫咪身边。突然，旺财对着门外不停吠叫，原来是大婶女儿带着爱犬小黑回娘家。旺财和小黑也是好朋友，面对陌生狗狗的靠近，猫咪躲在角落异常的害怕。旺财瞬间化身为护妹狂魔，哪还管昔日的友情，凶狠地冲着小黑低吠，不允许他靠近分毫。狗狗身边的猫咪没有了之前的紧张，这一刻他感受到从未有的安全感和幸福。小黑则是一脸的委屈巴巴，不明白好兄弟怎么变得这么凶，躲在主人怀里求安慰。下午，猫咪从睡梦中醒来，环顾四周，发现狗狗不见了，他变得焦急起来，拖着残疾的后腿四处寻找，每向前挪动一步，似乎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。最终在角落里找到了狗狗，用尽全力加速扑向旺财。旺财不停地舔舐着猫咪，似乎在说不要担心，我永远不会丢下你的。猫咪依偎在旺财怀中，只有狗狗在身边才能感到安心，就像猫咪离不开旺财一样，旺财也同样离不开猫咪。大婶准备把猫咪抱进屋上药，旺财紧张地跟在身后，小眼神里充满了担忧。大婶帮猫咪处理伤口时，旺财就乖乖趴在门外守着，每次的清理都非常疼，可猫咪从不叫一声。比起曾经流浪的生活，这都算不得什么。上完药，猫咪就迫不及待地向外爬去，因为他知道旺财一定在外面等着他。可猫咪一直拖着腿走路，无论上多少次药都无济于事。大婶带着猫咪来到市里的医院，检查结果把医生惊呆了。猫咪的脊骨和后腿多处骨折，还导致了神经损伤严重，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。这还多亏了大婶和狗狗的细心照顾。
想要治愈双腿已经是不可能的了。为了猫咪的安全，必须要严格限制走动，以免骨折周围神经过度运动造成2次伤害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大婶围出一个有限的空间，并且铺上泡沫垫，防止后腿与地面摩擦导致2次伤害。旺财也走进了新家，和猫咪相互依偎。让我们给坚强的猫咪和善良的狗狗点个赞吧，也给好心的大婶点个赞吧。喜欢的朋友分享转发，一起为关爱流浪动物献上一份微薄之力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